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网上画面上的呈现，这个跟普通剧场舞蹈不一样的是，因为剧场是我们现场观看，观众体会到的是，亲身在面前看到的舞蹈，所以他可以有一个当下的体会。可是我们这一次是用镜头、用角度、用画面的呈现，然后来说这个故事。再加上求人球本身，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舞蹈，它是在我们舞团的这个空间上的一个呈现，所以挑战最大的挑战在剪接上，就是在拍摄完整个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要做的最基本的就是先把这一个画面先做一个连接，然后在连接的时候，我们做个剪接，就是先看这个画面是不是顺不顺畅，然后顺不顺畅之余有没有传达到。老师在编舞的时候的这个想法上有没有传达到他要表达的意境？这样子的拍摄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因为尤其是讲艺术舞蹈来讲，它不是局限在肢体动作而已。因为如果你讲我们外面拍摄的舞蹈的很简单，我们只要找一个舞蹈老师，直接把人教会了，过后直接就讲要怎么拍，这样子来定，直接就很快速的去变。但是在老师的这个艺术舞蹈里面，我们更要用另外一种思考方式去思考，就是老师要呈现什么，或者是想法，或者整个的舞蹈的一个状态是怎样，一个怎么样的内容才能去让大家接受，或者是让大家感同身受这样子。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发挥舞蹈和艺术的力量，可以给线上的观众在疫情里面，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启发，还有那个护养，甚至于可能在线上，可能我们彼此不知道对方是谁，好，他可能也因为有兴趣参加了我们的晚上新视野，但是我们互相得到彼此的体温。求人球里面它有3个人加起来就是众字嘛，在中文字里面就是说文解字，众就是你我他大家嘛，众人的那个众字嘛，然后而且你看有2个人是在格子里面，1个人是在格子外面的。求人球嘛，就是一个口一个人嘛，人困在里面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人如果要跳出这个球，就是要跳出这个框，你才可以可能更进一步的去前进，或者是更去进步。有时候是自己把自己囚在那个框里面，有时候你没有想过，其实你往外踏出去一步，其实你往外来，你看回去你自己，其实真的是没有这么困难。很多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一道门被挡住之后，请你往另外一个方向看 ，maybe 那另外一个方向就是你的另外一个出口。求人球它其实是一个构图来的，2个人在格子里面，1个人走在格子外面嘛。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要成为在格子里面的那个人，还是在格子外面的那个人。公共的地方，他们有很多线啦、画线啦、画格子啦，这种东西它其实就是 social distancing 的一个东西嘛，要保持一个社交安全距离嘛。然后过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之下，我们的人无形之中都有一点像被限制、被局限在一个小环境里面，所以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跟有一些人是走在这个范围与范围之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求人球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
不管在什么时候，我觉得人都不要被自己的思想或者是被自己的做法被局限在你的范围里面。你能够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你转换一个心情去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可能整件事情就没有如你所想象中的那么压迫，那么困难。主要是转念，改变一个看法，改变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它就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在疫情里面，我们不要在原地的，就是在黑暗中，我们是否能够做一个作品，然后让线上的观众，然后相信其实我们是可以走出这个黑暗。所以求人球就是这个的线上的舞蹈创作因此而诞生。很明显，因为 MCO 是期间我们出不去，哪里都去不了，就只有舞团可以用。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就是叫什么物尽其用，然后就尽量把舞团还没有被发掘或者是从来被忽略的地方，尽量把它用摄影的方式来把它带出去，给更多的人发现到舞团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可能你一些角落啊，一些地方啊。舞团的每一个角落，其实它都有可能性，就是因为我们在表演艺术，尤其我们在舞蹈里面，我们的是处处都是舞台，哪一个地方，不管你在户外、室内还是什么，处处都是舞台，都是可以是我们的一个舞台。然后 MCO 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只能够自己在各自的家，然后想到，如果想要为 MCO 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品的话，会不会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很熟悉的一个空间出发？所以最后我们选择用了舞团这个地方。会选择在舞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疫情发生，当回到舞团的时候，22年的曾经，可能它很容易就在你的手中就失去。所以呢，也因为是这样，我们就把第一个作品线上的设在舞团，因为它很有意义。从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过去来看回今天，然后在整个的空间的使用上，当然我们会有一个剧本，然后这个剧本呢，其实，我们是要讲的，怎么样从一个困境里面走出这个困境。然后再观察了我们整个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可以使用的，我们都让它成为一个创作的可造性。那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啊，我们整个编完的时候，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作品很真实的记录了我们在疫情里面的心情、情境，还有在舞团里面用舞团真正的这个的所谓的22年曾经在一起的这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写下了在疫情里面的这个当下的时间。那我觉得它是一个线上的舞蹈演出，它也是一个纪录片，很真实的是我们舞蹈事业、我们的梦想，然后我们朋友之间舞团的团队之间，这个22年里面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笔记在里面。我当然是就是这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想说从这个疫情里面，我其实就是每次有时候我没有东西做的时候，我都回来这个舞团里面，我不懂，就觉得它比较有安全感的。就有时候就自己在自己的 office 里面待着，就是待个11、2点这样子才离开。就是如果没有东西做的时候，我都会在这边这样子。就我觉得这一个地方，我在这一个地方已经就这么长的时间舞团22年这么长的时间，它就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家。那我想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就第一个我们的形式演就从我们的家开始，就把我们的家就是给全世界。因为我们不只是给马来西亚观众看，因为网上形式演可以现在 online 就是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就打开我们的家给大家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整个家，我们在22年里面的创造了我们的这个家。在 MCO 的时候，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回来，
然后第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最记得几件事情，就是我把就是锁匙插在锁匙孔里面扭开，我开门那一刹那，我突然间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那种心情感觉上里面有很深的一种，我不知道叫做感触，或者是叫做痛，或者是叫做难过，因为打开的时候，突然间感觉上我在这里这么多年，22年，然后有很多的语言，它好像这个空间跑过来跟我讲，好像是很高兴的抱着我，然后我也抱着他，但是我却有一种感觉上，它随时会消失的感觉。然后再来，我走上楼梯，每一个的阶梯，竟然会给我这么多的我以前没有得过的感受，然后一直这样子走上来，也包括那个扶把。所以走进这个空间的这个楼梯，我有当时一个很深的一种感受。坐在那边的那个姿态的感觉，我后来也变成了一个舞蹈，然后我把它变成双人舞，因为是2个创办人，我们一起在22年前用了这个空间，所以我很诚意的把我们2个人都坐在那边，然后去一起跳舞，然后其实有点像一起奋斗，然后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往上面望，然后望到就是现在的 MCO 的时候，他好像被困在一个地方，那个鸟出不出去的感觉。其实这一段也是我理解是我们2个人的一种情绪，一种理解，一种我们2个人的一种心情的抒发。就在这一个疫情里面，就是说我们对这一个团，对我们的我们自己所创办的这一个舞蹈团，表演艺术舞蹈团的那种心情。然后后来再设计红姐在最上面的一个空间。事实上呢，有些时候我们都说，你在一个转角的时候，你的出口在哪里？你转了又是一个楼梯，你转了又是一个楼梯，它并不是一个窗外有蓝天。其实我是想说，是我们向往着自由啦。其实，在 MCO 期间，其实一直在找着一个自由的出口这样子，因为毕竟大家都被关了很久嘛。然后我们回来到舞团上班过后，其实你只是在公司，还有不是家里，然后要去剧场也不能，要去娱乐场所什么也不能这样子。当天意的双手，它变成那个鸟的那个形态的时候，然后在墙壁上，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剪影。我看到那边的时候，其实我眼泪一直往里面流，因为它刚刚好就是在那个楼梯的那个护栏铁枝的里面，它飞不出去。当下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唯一你不能找到娱乐的地方，所以你就只能自娱咯。然后在这一段里面，我发现到除了我自己的就是要走不出去之外，我一直就是可能会向往着自己的一片蓝天这样子。所以我的动作里面可能有一些好像想要往更高的远处去飞，去追寻一些方向，或者是往外去寻找一些可能的东西这样子咯。老师一直在说，楼梯开门进来这个过程哦，在 MCO 过后，它其实已经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了，它好像变得格外的困难，所以我们会对这个东西格外的珍惜，所以才有想到说，我们用舞团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在楼梯这边跳舞。我们当下，我觉得这一个在这一段里面，我们不懂我们的前面要走的路是怎么样的一个，我们的前景是怎么样，我们不明朗，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里面。当然，在楼梯跳舞的话，它有一个难处的，因为它空间很窄，然后它又没有很大的平地。我们当初我来排练的时候，就发现到楼梯真的灰尘很多，
然后因为我真的是顶不顺，因为我是一个鼻子比较敏感的人嘛，就是我要跟灰尘一起生活，然后一起排练不是生活啦，一起相处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辛苦啦。然后但是也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啦，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要在楼梯跟楼梯一起共舞的这个概念啊。那边的拍摄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应该是讲灯光了，因为老师要了一些比较被困在球里面的一个效果，所以他摄取的光线是尽量拿到很低，所以变成就有很多东西我们在灯光上要完全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打，所以就在花的时间都是在灯光上去做改变，去做调整。在拍的时候，那如何制造出我想要的那种不是平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也把这个概念就告诉我的就是一起工作的人，有时候我们去玩一玩，我们去试试看，然后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可能性。结果当天他们就用手电筒和一个小的鸟笼，然后透过那个的鸟笼就看到了那个线条。我觉得里面我觉得很好玩，而且我觉得很有乐趣啊。这个大家不要 surprise 哦，我们的灯光都不是架在那里的，我们都是人手打灯，然后包括每一个片段的灯光的移动啦，或者是要架设在什么角度呢，我们都是现场直接用人手架设在那边，然后做人肉那个灯架、灯脚这样子拿着那个灯这样子来打。事实上呢，我用立光的音乐我是很有信心，因为我在过去20多年我从来没有跟立光合作过，但是我对立光这个音乐人我真的很佩服他。我佩服他的原因呢是，他从2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很坚持的做他这类型的音乐。然后我认为呢，如果我的作品只是去把那些节奏雕出来，或者去强化它的话，可能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更重要的是，我是觉得在我们现在这种情形，不确定的东西和不稳定的因素，是更强过那些就是一般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说生活节奏其实都已经乱到完了，所以只是去把它做一个是非常固定的东西的话，反而就好像不怎么，反而是不写实的。立光的音乐是超现实，所谓的超现实呢，它没有节奏，但是它只有一种心情，它只有一种当下的感觉。那时候我觉得说，我做了一个就好像很没有结构、很乱的作品，可是它同时也就是，其实它也是很反映那时候的现实。我并不是在做一个就是完全离地，就是很多人说离地的作品，反而是一个很当时跟整个环境。说我从我的工作室窗外看出去，就是全部都是这样子，好像就是平时应该以前过去看到的风景都已经变了，以前有的东西都不存在啊。我很感谢就是拍摄的队伍和跟我一起的就是团队，包括了天意跟红姐，然后他们在协助这所有的东西的部分，我会觉得，就是聚合大家的力量，然后广施大家的一种不同领域的一种专业哈，我会觉得其实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有一些提出的是一个反的方向，它其实给了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疫情当我自己回来的时候，然后我自己走上楼梯口，但是在拍摄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楼梯口已经不是我一个人了，是一个团队。其实对我来讲，我很珍惜，因为这是给我的力量。在那个段落里面，主要就是
以一个新的一个活动模式啦，就是以往我们都会办真的是那种很真实的那种活动嘛，比如说讲座会就是我们租一个空间，大家做一个讲座观众听众就会来到现场这样子。可是现在自从这个疫情过后，很多事情都已经变成线上发展了嘛，所以那个时候就也是把所有的活动也变成线上，所以我们也在这个小小的这个段落里面做了一个小巧思，这样子做一个安排。其实我们也就是一样就是发挥一物多用的一个概念啊，就是那个桌子，除了平常我们都是在生活可以汲取的一些东西，怎样让它运用在变成我们的舞蹈的一个道具跟节目呈现的一个部分啊。那个掀桌子、反桌子的那个东西，那张桌子其实本身很特别。它其实我们那张桌子舞团已经在舞团很久了，可是它其实在这个小图书馆里面的，就在这个小图书馆。然后过后因为疫情过后，我们有一个办公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都会大家集中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大家比较互相可以讨论东西啦，都在沟通协调上也会比较快速、比较有效率。所以呢，我们就把那张桌子搬到大办公室里面去，然后就变成它很自然的就融合成为办公室的一个新的一个配件，这样子就用了这个桌子来区分我们以往没有用办公室里面没有这个桌子跟这个桌子进去办公室里面的一个时间点的区分，这样子。没有想到疫情来临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天也会成为我们重要的表演场所之一。这是对于我们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吧。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舞团的据点会成为拍摄的一个场景这样子。然后当初会使用这个地方，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在疫情期间，我们舞团就漏水嘛，然后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就进来，在疫情的时候进来，每天都在打扫，就用了3-4天，地上淹水抹完了过后，把所有的道具跟服装都清空，然后有一些服装道具因为丢的丢，然后服装坏的也是都丢掉了，然后就慢慢的把这个地方清空之后，我们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个地方原来是如此的空旷，如此的漂亮。那我想在舞团我看到这个铁架的时候，我对它的那个整个就是很冷的那个属性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呢在疫情里面真的有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它开始失去了温度。那同时当我站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是一层又一层的围栏，然后无法越过的一个围栏。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原有就有这个铁架，这个铁架它会成为你的一个道具、一个辅助、一个你的一个场景设置，所以它在于我们做舞蹈创作上的时候，它多了一个射线，同时它也让你更多一个突破的一个机会。当这个空间被使用的时候，那当然我需要舞者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他们如何跟它产生一种配搭。然后在这个配搭里面呢，最重要的是互相能够使用它的一个方法之余，然后带出一个很特殊的语言。然后这个语言呢，那我给他们的是叫做框。然后这个框呢，在他们使用的时候，那两个演员就是洪杰跟天意，因为洪杰的身体比较高大，然后天意他比较轻巧。然后他们两者在用的时候，跟铁之间呢，就是会产生不同的重量的使用，所以在借力跟就是用力方面，两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方式。所以呢，我就让他们花了一些时间，跟在这个空间里面共舞，然后我在里面去择取要的语言，然后后来出来的效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其实那铁架的一个构造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在整个的架构来讲，我们要怎样去保持那一个直线，包括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地格，就是所谓的那个我们的水平线。所以如果我们只要设定不好一点呢，就会发现整个画面是会偏移动歪一点点。
排练的第一天，我们就发生了突发状况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没有用过这样的铁杆架来跳舞。然后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我的手就爆了，然后就流血脱皮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整个团队就喊停，因为我们没有想到说就是会在这么轻易的第一次排练就发生了流血的事件这样子。然后我的手就脱皮，然后大家就暂停了所有的一切了。然后我们隔一天我们就赶快去买手套，然后之后的排练就没有这样大的，就不会造成这样大的问题咯。那我这次跟Jacinta一起合作的时候，一开始那我就跟他聊关于音乐的选择，然后Jacinta就跟我分享了他一系列的音乐的他的创作，然后在其中有一个创作里面呢，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他给我听的是，他原来在一个就是动漫里面，他听到了就是对方讲了一句话。就是在生活里面的困苦，他希望带领他的家人走出那个困境。我一听到这个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跟疫情很像。然后呢，而且我很喜欢它里面所表达的那个音符所给的那个力量。我就跟他说，我想从这个点开始出发，然后成为这个铁家这个作品的主要的音乐。然后在不断跟他在工作的时候，那他也很好的配合带出这一个的所谓需要的情节，然后在音乐配搭和现场的那个舞蹈的时候，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效果。在这个作品里面，我的角色就是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代表着疫情，我也代表着那个时间的转换。然后我也代表着事情的发生。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就像是一场战争，就像是我们的第3次世界大战。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什么都没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前进，因为时间不等我们，生命也不等我们。那Jacinta是一个非常乖巧和很用功的一个女孩子，所以我这一次其实真的很难得，因为她的妈妈是我的老师，是我的一个舞蹈很重要的一个老师，就是梁丽娟老师。那今天有可以跟Jacinta就是老师的第2代的她的孩子一起合作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缘分，而且这么多年来20多年，Jacinta一转眼间她原来已经20多岁，就是27岁26岁这样子。那就原来时间已经过了那么长。在这个舞蹈的创作里面，跟俊杰老师呢会配合在他的乐器上面，他用很多的杯跟碗碟，然后作为一个他的敲击。然后我们在跳的时候，我们首先呢一开始就是在线上的观众会看到我们用盘子，然后跟那个汤匙还有水杯。事实上，我想这一个的组合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说吃饭。那所谓的吃饭，无外乎就是人最基本的一个生存。毛老师是想说，在这一个疫情里面，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就不能够出街嘛，所以我们在对这个碗碟啊、对杯啊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被困在我们每天就是可能自己在这个疫情里面，每天就是想着我下一餐要煮什么，我下一餐要吃什么这样子。音乐方面，其实马老师有跟我聊，就是说他想要不要用乐器，因为在这一段曲目这一边马老师想要表达的是 MCO 期间大家被困在家里的时候的一个环境、一个情绪吧。然后，所以我们在用乐器那一方面，就全部都是碗啊、碟啊、杯啊。就是家里可以拿到的东西，
至于创作方面，马老师也是很相信我啦，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算是现场即兴吧，就觉得蛮好玩的啦。然后跟他配合的时候，就我们先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先做了，然后他再看，然后看他能给到什么音乐，就跟我们一起融入，互相配合里面。所以它接近就是我们从一个蛮接近一个 live 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感觉这样子啊，就是现场伴乐这样子。其实那个碗碟舞蹈蛮特别，就是那个声音是现场的一个敲打击出来的声音。其实我觉得那个原汁原味是非常的不一样，比你可能外面用的一些配乐上，它更让大家更摄受的去感受到那个舞蹈的感觉。包括就是当你在这个时间改变的时候，你被困在这个时间里面的时候，你这个在生活上的吃喝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要素。老师很厉害的去把碗碟和杯子的这个舞蹈去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你生活上开始忽然被改变后你会怎样的一个想法。那这4段的从一开始的盘，第2段的杯子，然后第3段呢，事实上我是故意把2个不同的双人舞，然后做没有交集的就是编排，然后这个没有交集的编排其实就是没有焦点，因为那时候 MCO 的时候，我想在心情上你很难找到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落点。所以在观众看的时候我是把这一幕的没有焦点是交给观众的眼睛，观众在看的时候是他不知道要看这个好还是那个好，就是因为他无法选择，那就切对了主题，你不知道如何在当下做选择。然后到第4幕的时候，我们戴上口罩，然后那时候整个舞蹈里面，你就会看到一直在做距离。然后这个在距离里面呢，我想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应该是有体温的。然后当这个距离它一产生的时候，然后我在舞蹈里面，我自己呢跟一位演员就是洪杰。当他的脚一直是越不过那个木的椅子的时候，然后我把这个木椅子拿掉。那事实上，在这个作品里面是我们的寄望，我们是希望在脚下被就是困局的时候，我们渴望也祝福它可以被移掉，然后让人的那个之间的距离能够互相的再次的感觉到心跳的声音。在我们一般看到的日常的画面之下啦，我们讲就是一般生活的画面里面，其实我们看不到的是隐藏在那个人内心里面的一种情况。比如说我们看到表面上好像很正常、很光鲜亮丽的，其实它里面是一个很慌张，或者是一个很多阴暗面的东西，我们其实不知道的。所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舞段里面的时候，同一个舞段，它其实一直在切割，有影子的、没有影子的、白灯的、黄灯的、很明亮的、很昏暗的。它其实就是在于同一个舞蹈组合里面，它看到很多的层面，用一个破碎的方式去让人家看到它里里外外的一个转折点，用影子、用光影、用色调来呈现这个东西，所以他会很多碎片这样。马老师在跟我们讲述这个东西，他觉得说它是一个好像镜子被打碎了，所以镜子被打碎了过后，它会有很多很多的碎片，可能很多的反射，很多的转折，所以就变成他把这个概念放在这个舞蹈的画面上呈现了。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在讲说如果在疫情再这样继续恶化下去的话，可能连开饭都成问题，然后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接触也越来越害怕。怕大家互相被传染啦，怕怎么样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有一个舞段，可是它有很多层次的色调去架构它，在欣赏，在一个视觉上，它有一种情绪上的呈现。我们这次拍摄它跟之前就我们面对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想说让它
让这一个画面是单独在一个角落里面，我们想要取一个属于一个角落的感觉这样子。但是我们拍来拍去，我们拍了很多个角度，然后发现很多时候就是效果没有如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如意啊。就是当时拍这一段，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就拍了，差不多拍到凌晨最迟的，然后去到3、4点这样子。在拍摄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的拍摄现场它不是一个专业的剧场，然后那些灯光的架设，那我们也不是用有很多不同种类的那种灯光，因为电流也提供也是不能，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到最后其实这个效果没有办法做。然后就拍摄队伍就用了就是全白的灯，但是后来出来的时候，我自己觉得这个语言在这个作品里面它缺了另外一块，就是那天晚上我一直要找的阴暗的那一块。然后后来像天意跟红姐，然后做一个团队，他们就商量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然后他们很大胆的。就用墙来做一个影子的投射，那在这样的一个尝试里面，的确其实得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因为其实在人在墙的前面在跳的时候，2个人后面是4个人，4个人的时候后面是8个人，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有那种纠缠，那种影子与影子的重贴，其实。它多了一个语言的描述，所以我们又重新再想过灯光的打法，所以我们又再多一个晚上去拍摄这样子的一个舞蹈，所以我觉得拍出来过后拍出来，我们觉得是非常满意的，包括音乐啊，包括舞蹈啊，包括灯光啊，那我觉得那个算是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白飞过了，我觉得那个是很好的一个诠释舞蹈的一个那一块。在这个走廊上面，我就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使用的空间，就好像在走廊里面，你走出了一个门，然后你又去找另外一个门，因为你否决了前面那个的可能性，所以呢，后来我就觉得，这个走廊的4个的门，很好的去表达一些事情。其实走廊这一段呢，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是一个很限制的一个空间，非常限制的一个空间，就只有这个走廊，还有就是我们的 office 里面的那个房间的门，那个每个房间门的那个进和出的一个小空间里面，那就看一下这个访视可以做得到一些什么东西。那当然，它有一个特别的。因为它都是玻璃，它是周围都是玻璃，那它反射出来的就是这个就是你会看到整个空间里面，除了这个走廊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门，你会看到感觉上这个整个空间里面不只是我们这几个人，它会反射到更多的人存在这一个这么窄的一个空间里面，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疫情里面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大家都在求生存，大家都在找出口。主要是就是在寻找了，它的主题叫做寻找。其实就是我会说，你会看到很多就是开门啊、关门啊、探头出来看啊，可是他又不确定，因为可能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心情的一种传达了，就是我们对不确定性的一种窥看，对一种探索、寻找。可是我们又很害怕遇到什么东西，你会看到里面会很多闪闪躲躲的桥段，那其实就是很多好像我们很害怕人跟人之间的接触啊，因为 MCO 之后，大家可能对于肢体接触有一定的一个隔阂，所以会觉得出来遇到人，看看要出来开个门看，到底附近有没有人啊？然后要出来的时候，遇到人哦，会不会心惊胆跳了一下？我相信大家很多在经过 MCO 过后，
然后整段时间2个月没有什么接触到人，被关在家里，出来的时候那个心情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的。我们要在这个走道上面用这个音乐，然后我们要去寻找颜色。那寻找颜色就是在寻找着自己。那寻找着自己，当你找到的时候，你的世界里面那个色彩就出现。这个曲子会比较像是一种希望这样子，一种比较开心这样子的意思。因为在这个 MCO 期间，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一点点失望这样子，因为生活受到影响，经济受到困难这样子，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如果这个 MCO 再不停止，很多人就没办法就活下去这样子。我觉得呢，这首曲子可以为人家带来就很像，即使你在困难的时候呢，你还是有值得开心的事情去找，对，然后开心的事情呢，还会陆陆续续的进到你的生活这样子。真的蛮好玩的，因为它在这个这么狭窄的一个直直的通道里面，我们音乐用了这个音乐是跟我们舞团以往来讲比较少会用到的，类似那种比较jazz 的一种 style 的这样的音乐，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就是会比较用不同的音乐去装记在我们的创作里面，再看它能产生什么化学反应这样子哦。我自己感觉上它是一个不算是一个状态吧，它应该算是一种生活节奏。生活节奏它还是一样这样子流动走入的，反而是我们这种好像所谓的人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没有跟随着一起流动，或者是我们想要流动，可是又动下停下，动下停下的感觉，所以它算是一种时间上的一个流动。那它也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静，还有一个很冷静和观察力，他一直在观察，他是一个想要知道所有的东西清清楚楚，然后他才会去下手的一个人。有一些孩子他就会说他就会先一来他就会想很多，先想要做什么先，但他不是，他是一个清楚了解整个状况，清楚了解整个实情之后呢，他才来下笔的那个人。在于我们排练上有出了一些小插曲啦，因为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在这个空间上的运用，因为它算是节奏比较快的一支舞蹈，然后所以动作也比较比较多，比较碎，然后可是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有在于要寻找那个对的那个 vocabulary 那个 message。那个动作的要传达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在整个过程刚好这个过程经过的时候，它有一个很好的反思，就是说，越紧迫的东西是其实越需要耐力跟专注力的。它其实是也算是在我们疫情中一些表演艺术者的一种心情啦，因为我们这次疫情，我们当然是从很多的表演艺术界的从各国到自己本身国家的很多朋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表演艺术工作者，他们都面临着没有办法演出，尤其是我们热爱舞蹈这一个部分我们其实都很希望可以站在舞台上，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然后继续展现我们自己的热忱。然后，但是因为疫情的来临，然后好像被停课，然后很多国家剧院还是那一些艺术团体，外国的都很多一直在裁员这样子，然后导致很多人就失业了。在这个舞蹈里面，其实不管有多么辛苦的话，我们都还是很向往，还是很努力的在坚持我们所做的一切，还有想要热爱舞蹈的那一份心，那个我们的初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啦，就是你既然选择了它，你就是决定要把它做好了。其实，在这3个的门里面，那我其实有几个伏笔第一个呢，就是事实上在这个疫情里面，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团队它都发挥着自己的功能
我一直都相信，一个好的团队，它绝对不是一个人 one man show， 它是整个的 teamwork。然后呢，那在这个里面就反映到，就是很真实的，就好像打开一间房看到洪杰，他真的也是在做很多的一些处理，好像我们线上的东西，好，然后跟田毅一起在配搭，然后再打开另外一道门，看到叶老师一直在做着，就是所谓的算盘啊，就是在那个计算机那边算，就是怎么样的可以把资源用得很好。然后开到另外一个门，那就看到我的时候，事实上我在寻找着资源，然后我总是想把就是外面的，就是春天跟希望带回来给舞团。然后呢，事实上在这一个里面呢，刚刚好有我们舞团的，就是四件衣服，这4件衣服就是白手兴家。然后白手兴家呢，其实每一个人那时候都穿在身上。然后为什么会穿着这个制服？还有为什么要用白手兴家？因为从22年前，我们做共享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想到我们能够走多远。因为真的就是在一个泥灰土上面，你要种花很难。但是种了10多20年，我们有了信心。然后我们从阿公阿嬷的身上给了我们一个启发。他们从就是南来的时候，他们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他们富裕了第1代、第2代。然后像我们现在在做，我们好像以前的阿公阿嬷的精神给我们的一样，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就是双手，然后去创建本土的艺术的第1代、第2代？应该说是，我觉得是还是一样回归到我的那个感受吧，因为它其实在这个走廊里面，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用过嘛，所以在之前几段里面，所以大致上都是跳舞比较多，但是我在这一段里面呢，可能是情绪的牵引会比较波动比较大一点点，因为可能我要代表的是热爱跳舞的人的心情，还有那一些代表所有的表演艺术工作者，在这么疫情艰难的当下，我们还是坚持着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在整个球人球的制作里面和编舞里面，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共享空间整个团队的一个呈现。然后在这一段里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策划来的。然后我那时在策划的时候，我在想这一段呢，应该会引起很多很好笑的笑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需要跳舞，然后呢，还有他需要演戏啊，有一些舞台上的东西。那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也果然出现了很多笑点。在共享团队。在疫情里面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起步，因为以前的舞团的团队比较大，然后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把整个的团队变小了。那我跟他们都说，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微型的挪亚方舟。那这些人里面呢，那事实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船桨啊。在疫情的这一个的大海上面是可以划船，然后因为这球人球它本来就是舞团的一个，其实像是疫情里面的纪录片，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呢，整个团队大家都配合着怎么样群策群力，然后尽自己的所能呢，就是把舞团开一条新路。所以呢，我把过去在办公室所发生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把它截取在这一个的画面里面。那当然，我还是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节奏，因为疫情里面坦白讲都有一颗忐忑的心，但是我越不愿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编舞里面，大家都心里很沉重。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在画面上它是很活泼，甚至于很阳光健康的。既然是面对了，就
接受它，然后用另外一个的角度，怎么样去走出疫情里面的困境。因为舞团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团体，现在就几个人而已，然后就几个行政，再几个舞者，再加上老师，然后变成很多在职责上的分配啊，我们其实都是没有去分得太细的。比如说好像我只是舞者，我只管跳舞，或者是可能一个行政他只管行政的部分，或者是剪接师只管剪接的部分。可是其实他很多职责上都互相交融的，所以变成其实我们之间那个隔阂其实还蛮少的，就我们在整个运作在整个行政上的工作，包括我们舞者日常的东西，大家互相交融的那个情况会蛮频密的。然后就通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舞段有一个这样小小的一个记载，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蛮有意义的，蛮特别，蛮有意思的。说我们是希望在这大家的参与，就是不要只是说，只是我们跳舞的，就是我和马老师、田一和红姐4个人的参与。我希望整个舞团的人都参与，连我们的行政，因为这个都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在这个疫情里面，我想说，也希望给大众、给民众看到，我们不只是我们4个人在努力，而我们整个团队里面的人都在努力。也希望是说，整个氛围里面正能量的释放是整个公司的，而不只是单一的。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舞马里面，其实也挺好玩的啦。大家就是，尤其我们的行政的，就是我们就是幕后的都没有做过，好像舞蹈室的还是什么一些动作室这样子的拍摄的一种经验。那我觉得那天拍的时候是挺开心的，就大家虽然说很夜，我们拍的蛮夜的，有时候时间上就很开心的去玩，而且又有我们的行政，就是有一些动作要他们走位置，因为这些都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比较困难的一些状况。可是这种走位置这样还要转换还要怎样这样子来配合我们舞者的那个动态来做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对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对我们来说，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在舞蹈这里面呢，马老师教导我们很多舞蹈的东西。我觉得蛮赞同老师这个安排，因为它是一个丰富画面的一个方法。因为平常如果在舞台上的话，舞蹈我们可能也是要找就是一些其他的舞者来合作嘛。然后现在在影片里面的话，我们就要更多就是有趣的东西在里面。那些元素除了音乐、服装，另外的话就是人的部分。因为如果全部人跳舞的话，又太单一方向了。所以我们这种不会跳舞的人加进来之后，就是增加了一些乐趣我觉得，然后也发挥了一些好像平常没有办法出现在镜头里面的，好像植物这些比较幕后的东西，它都被搬上台。好，那在我们这次的求人球拍摄里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来宾来做我们的客串的演出。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的制作里面？那我自己是觉得他是共享在疫情里面形成了一个线上的演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他的出现其实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我很感恩在疫情里面呢，就是他的出现，真的是把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门槛，我们越了过去。然后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其实是教导我们怎样去认识就是数码线上数码的这件事情，然后也教导我们就是如何去明白怎样去 handle 在整个的数码里面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拿捏。健身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其实舞团跟他的结缘很早，2008年吧。2008年舞团在做那个称赞如来普贤和悟菩提的时候，他是做 multimedia 的，他是做设计这样子的东西的。那时候马老师是做总导演跟总编舞他其实也是舞团的
忠实粉丝，他基本上舞团的演出他差不多都看完了，人包括有一些场次有一些什么技术问题啦，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他都很记得。然后过后在这次疫情里面，我也很感谢他，因为他跟我们是很好朋友嘛，所以就蛮平，就常常会有联系。他也很主动的联系问我们说舞团需不需要帮忙，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比如说我们想要把我们接下来的演出转为线上，那时候他就一直不断给我们很多的意见。我们的舞团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人，在疫情里面，他把植物照顾到很好，几时要给它晒太阳，有时候不要给它暴晒，它需要怎样？植物在这个的作品里面，其实把它比喻为，它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坚定。它可以从一个很单一，然后之后变成了一片树林的绿化。因为绿色的是不是一个好像阳光，所以一定要努力去照顾它们，它们才会生到美丽。很厉害哦！每一朵花跟每一棵植物都要轮流去换水，然后晒太阳。它可以记得哪一盆已经晒了，哪一盆还没有晒，哪一盆吃了还没有吃这样。在节目里面会用上火种这个东西，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道光，因为就是有这道光，我们向前走的时候，这道光一定在我们的前面，因为它只有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才会看得到前面的道路。所以在制作的时候，我就把火种的这一个的系列。我把它放进来，我是希望在求人球里面，然后把这个人类的信念放在这个作品里面。火这个东西是人类文明跟很多各行各业的一个起点来的，可能说就如那个影片里面所呈现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科技啦，我们早期的一些工业发展啊，都是因为有火的这个概念，然后这个火的这个元素呢，我们才能够发展到现在这个文明的这个时代。可是这千百年以来呢，我们这一次的 COVID-19 这个疫情啊，算是我们在这千百年里面遇到一个最大的一个风波。火种它其实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最根本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颗初心。尤其是在舞团这个时候，表演艺术是非常难的一个行业。在遇到疫情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雪上加霜啊。然后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就是保留我们这颗初心，我们的相信，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在这一段的时候呢，我是想表达一个主题，因为在求人球里面我们最终要做这个作品是希望可以给困在困境中的人能够找到自我。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舞团，我们是在过去很多演出里面，在舞台上都是扮演着很多不同的人物。那这些人物因为有很多服装，那时我有在想，能不能够把舞团的服装全部放在这里？因为里面真的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那他们就可以穿着不同的衣服，就代表着社会上现在可能是困在疫情里面的很多不同的人。然后用那个铁架的一个原因，因为在之前的那一段是我们都在困在铁架里面。所以这一段呢，要回到铁架这里，从铁架里面找到自己走出来。所以为什么最后的时候要用铁架，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回到了一个在哪里被困，从哪里走出来。
不同服装是因为不同的角色，你里面可能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角色，比如说医生啦、上班族啦、工程师啦之类的一些角色在里面。他这个角色是我们想要通过我们的舞蹈这个作品呈现，去把这个祝福传达给他们，所以他才有这么多角色的出现。然后通过这个换装，我们其实在变换成不同的角色，然后是希望可以各行各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份祝福。其实这一个章节的拍摄过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那时候要开排的前1-2天，叶老师的腰受伤。那事实上我之前很高兴的做了剧本，怎么换啊，4个人啊，然后2个人、3个人啊，不亦乐乎。结果叶老师那时候不能够就是舞动，所以我要在很短的时间改那个剧本。但是改剧本你改一而牵动后面的所有的东西，所以你考虑的并不是你能够舞蹈就算了，你是要从头到尾这一段没有了，他会怎么样吗？但是3个人的配搭又在我之前的结构里面又不能够形成很好的配搭。事实上呢，我在拍之前，我几乎整天晚上没睡，因为我在做这个的改变，然后隔天在现场。那我也一直在做尝试更好的一种选择。在这一个舞段的祝福的这一个舞段里面呢，我没有参与，是因为我的腰真的是痛得太厉害了，所以临时呢马老师就是说那我们就把这一个舞段，就是把我的舞段抽掉。其实我那时候跟 Alvin 老师合作的时候他跟他的 partner 一起做这个音乐叫 Wendy， 然后他们2个人呢，我跟他们讲说，这个的音乐是我们求人球创作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音乐，它要充满着几样东西，它要有阳光，要有雨露，要有希望，要很扎实，同时它要很铿锵，就好像那个人的步伐走出去每一步都很坚定的告诉自己这个方向是对的。然后我相信他们在做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调整了5次在这个音乐上的转变，对，所以他在第4次他做了 mastering 的时候，然后我还是在追求，我说我里面有一些音乐我是希望解放更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在里面的音符就是代表着一个人，他可以成为他自己。For start, of course, there's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ance itself lah. I mean, Mr. Anthony always give his direction, and for us to create the music, we will need to follow through his direction. And with the inspiration that he gave from the draft of the sound or the draft of the music that he gave, we felt that we can enhance and we can do something better. And we felt that we want to fit in the theme of hope that he was talking about when it comes to this piece. So that is why you can hear a stark difference from one another. And of course, the template itself, it's a good gauge for us to move forward. So that is the foundation. And on top of that, we keep piling up more and more ideas and to give more expression on the music itself from the dance that have been created. 可是这一次的音乐，它会很多节奏的切换很丰富，跟我想可能是因为他想要配合回我们在画面上一直在切换的一个主题啦，所以它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尝试。比较少会有这样子的风格在我们的作品里面，它就变成我们尝试了一个新的舞蹈画面呈现的方式，同时连音乐也有一种全新的一种感觉。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那一开始跟我们老师讲的时候，都比较是 verbally 嘛，说他只能给你一个抽象的，他讲我要这样说，要有希望的感觉。可是因为它是疫情，所以他又没有这样有希望，所以我们也只能大概弄个大概出来先这样子，然后过后有 video 出来就知道原来是发生这种事情，那我们就可以换一换这样子为什么是黑色的眼镜？其实这个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哪怕我们的眼睛真的是疲惫，
可能真的有不堪的流眼泪，但是在眼睛的后面，我们告诉我们自己的确是如此。但是你看到我们的外在，我们是非常的坚强乐观，因为我相信这一生中里面，我们都有流过无数次的眼泪，我们都有眼睛肿的时候。但是当你戴上一个眼镜，你告诉你自己，这个东西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但是我们要勇敢的去面对前面的那个所谓的潇洒。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戴黑眼镜的原因。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来讲说，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剪接师。对我来讲说，我们跳舞的来讲说，其实我们只要做好我们的本分，然后把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在那个镜头里面表达出来。但是很多时候，因为这一段的跳跃性幅度比较大嘛，所以对于剪接来讲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辛苦了我的剪接师，我们的剪接师。其实开头老师拍，尤其是上下衔接的那一个舞蹈的那一段的时候，其实我是完全没有想到老师要跳这样多画面。但是当老师一步一步的在拍摄的时候，我就要马上临场的快点去帮老师想到衔接的部分，因为老师也是有讲衔接，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讲到他的衔接要怎样去衔接。所以变成就是说，我在临场拍的时候，我要很快的去了解老师要呈现什么东西。所以很特别的就是，我们临场的去把老师看到的舞蹈所要跳换的那个过后要讲衔接，就是马上想，马上直接去运作。我也谢谢就是洪杰跟天意这两个年轻人，我觉得令到我很欣慰。为什么呢？因为在整个创作里面，他们本身也是创作的一份子。然后每一次我提出了一些想法，就是所谓的主流的时候大纲，然后他们会在旁边就会告诉我，或者他们去参与一种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其实是锦上添花，然后在镜头里面出现，你会哇！所以我很喜欢，就是我喜欢这样子的配搭，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个出发。他出发的时候，然后别人就会提出，有时候我们拐一个弯会看到另外一些风景怎样怎样，所以跟他们的合作哈，我会觉得很高兴，因为有很多 surprise， 所以这个作品不是属于一个人，它是属于整体，然后也包括了像拍摄的人也会提出他们的观念怎样。这是我很喜欢的。那说回来，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我舞团的名字，因为就是叫共享嘛。我觉得人生最美的东西就是共享，众乐乐，众乐乐才是一个生命的快乐泉源。然后现在的从讲座到我们的那个就是晚上演出，然后到就是花絮的创作、纪录片，我都觉得都是在未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来的。其实我是在微笑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个9月份的一个开花，它开的如我所想象的很漂亮。那我很相信这个团队在往下移的时候，到12月，这朵花会开得更美。我自己很深的体会，我觉得，原来我们共享，原来我们的团队其实是可以越来越有想法，越来越有抛出越来越多的一种观念，还有一种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讲疫情，很多人都讲疫情是一个寒冬啊，大家都冬眠了啊，大家都长不出果子，长不出东西来这样。可是它始终会过去的，我相信它始终会过去，只是长跟慢罢了。然后就好像我们在我们整个演出里面那个影片里面，它会有2个很大的符号，第一个是那个绿色的植物，我们可能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只看到一个小小的绿色植物，它其实在你没有发现到它的情况下，它已经慢慢在改变，慢慢在成长了。
然后像植物就是有一个这样大的力量，跟我们人在面对疫情的心情也是一样的，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过去了，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不要停止，不要对未来不相信未来，不要对未来感到灰暗。然后就好像我们最后一幕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信箱里面有一个纸鸽在里面嘛？那个白鸽，其实白鸽就是象征我们，就算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被困在这个信箱里面，困在这个 MCO 里面，困在这个疫情里面，可是你不要对未来停止希望，你还是要对它有很好的一个向往，